明知身边有间谍的内应，他却故意将内幕消息透露出来，甚至害怕内应没办法传递消息，故意将所有人调离岗位。而此时浑然不知的内应还以为是天赐良机，鬼鬼祟祟的来到一个房间，开始四处翻找。当他打开柜子，立马心中大喜，因为就在抓捕杜克和雪莉后，阳光就派人将所有人的手机收缴了起来，全都放在这里。他现在只要拿到手机，就能通知间谍的头目。可等他打开箱子的那一刻，房门也同时被人打开。当他与阳光四目相对时，当即露出了后悔的神情。而此时眼前之人也让阳光吓了一跳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作为核电2所的管理者柳熙年会成为间谍的内应。而此情此景，柳熙年根本没有狡辩的机会，很快就说出了实情。原来早在几年前，他就已经遭到了桑德糖衣炮弹的侵蚀。几年来，桑德从未要求他做任何事，他也越来越贪心。直到最近4代核电技术寻求合作的事情，桑德才开始找上他。一开始他也不同意做内应，可他早已上了贼船，根本无法脱身。好在他觉悟挺高，在得知能够戴罪立功时，立马配合起了国安，试图将躲在国外的桑德引回国。我一直在等回复，为什么没有联系我？出了点意外，不过杜克他们东西已经拿到了。他在哪？核电2所全面戒严，他目前在我这儿，白天人多眼杂，晚上我安排他们出去。尽管柳熙年言语间没有破绽，可狡猾的桑德还是没有打消怀疑，并提出要与手下杜克通话。可显然杜克不会配合，阳光立马示意柳熙年拖一会儿，晚点再安排俩人通话。而电话一挂断，国安技术人员立马克懂起了杜克的声音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静静等待对方的来电。可到对方打来电话，阳光却直接挂断，让他产生轻微的焦虑情绪，他的期待值会提高，判断力也会下降。10分钟后，阳光这才示意将电话打过去。人到了。 Hello? I have the documents.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. Good work. Thank you. Be careful. I'll be back. You hear me? 桑德突如其来的一句话，直接吓出众人一身冷汗。现在根本来不及再次克隆，眼看桑德就要尝试怀疑，阳光当即夺过手机，模仿杜克的声音，简单的回应。幸亏对方并没有听出异常。眼见电话挂断，众人也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便是等待桑德自投罗网。可显然阳光还是低估了间谍的狡猾。桑德虽然购买了机票，可却没有其登机的信息。等到众人查清原因时，才知道桑德早利用假身份，提前几个小时回到国内，此时早已伪装成一个老太婆，悄悄回到了自己的藏身处。原来在与桑德通过电话后，阳光又让柳熙年去接触杜克，目的就是套取更多有用的线索。杜克没有怀疑，打出了一段神秘代码，让柳熙年传递给桑德。经过国安的破译，发现前半段是提醒桑德危险乌龟，而后半段则是一处地址。于是国安立马派人前去查探，没想到这里竟是间谍的安全屋，屋内的一切足够将几人绳之以法。众人也是欣喜万分，却不知在他们进入屋里的第一时间，一个手机就收到了信息，而很快桑德就收到了风声，他这才利用假身份提前回国。而他之所以冒险回国，是为了取回保险箱中的重要资料，这里不仅有之前窃取的核电资料，还有多年来潜伏的间谍名单。原本打算拿完东西就离开，却没料到在天眼的帮助下，国安已经掌握其动向。就在其准备坐船逃离时，被阳光直接逮了个正着，几个臭鱼烂虾哪里是国安的对手，桑德最终还是落网。就在众人以为此案就此结束时，却意外发现在抓捕过程中有人给桑德通风报信，这就意味着间谍组织不仅还有一人躲在暗处，甚至在抓捕桑德的过程中就在附近观察，这让阳光不自觉冒出冷汗。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就在这名间谍全身而退时，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赵亚宁却突然出现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想要全身而退，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